水平，都期待着他们跟红去碰一下。对，今年到底谁能上去跟 AG 碰一碰？到底今年走到后面走到年总，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这真的得碰一下才知道的。而所谓的标准线，就是这支蓝色方的成都 AG 超玩会。来吧，上来的第一班给的是阿古朵，沈梦溪。这啥意思？鲁大要放，哎，杨戬直接搬了，就不考虑那么多。这是蓝色方班，我不想给你做选择题。就 AG 它是这样的，我发现 AG 的 BP 思路，但是总觉得 AG BP 没有那么精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它没必要。就是我不需要做90分的 BP， 我只要不做30分的 BP， 就是我不要那么多冷门的东西，那么多风险的东西。震惊长安第一拳，减少变数，老虎直接拿。鲁大放出来，快手则是直接针对到一诺搬了他这个赛季7战7胜的敖影，应该要拿鲁班大师了，因为打鲁班大师那套 AG 就是拿敖影为主。对，这把就是快手故意放出鲁班大师，看 AG 接不接。你接的话，我这里外边有很多英雄能打嘛，进这种野合都在了嘛，包括老虎。AG 是直接接手老虎。AG 的话就是，如果你教门的第一轮出，如果不出的话，就是第2轮会被搬射手，搬到最后的话，可能又是像虞姬这样类型的英雄。拿出来 ，AG 这里如果要出就是狄仁杰，如果不出的话放到后边，可能连狄仁杰、虞姬这种都拿不到了。应该是直接出了，你都直接父子了，你都没把鲁班7号放到3楼。花相融，继续杨一环。春风拂槛。这两边的阵容反过来看也一样的，就是 AG 这套阵容在红色方也是一样的。但3楼会是什么呢？其实快手是可以把鲁班7号放到3楼的，但他没有选择放的，直接就亮。那应该是有点什么特殊准备的。凯正常来讲是凯，但是换成橘右京，橘子打老虎。去打老虎确实是对位能打，但这个阵容的身板脆，就不会像凯一样的视野那么开阔。但他多个带刀侍卫，但 H 这把应该有想法。他搬杨戬的意思就是别搞那么多变数，你也别什么都放，我们就回归到老虎跟鲁班大师的简单博弈上面。是的，达摩，搬达摩。正常来讲 ，AG 会拿一套没有前排的阵容，就杨一环到游走位的情况下，中路再补一个长手法，就是像嬴政的话，估计快手这里能拿到，除非 AG 去搬嘛。然后像夏洛特啊，然后夏洛特这是轩然考虑的英雄，但是快手搬的是达摩，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英雄，搬火舞。AG 还是在削弱快手除了鲁班7号以外其他位置上的对抗强度。是的，就是希望把你把核心都集中到鲁班7号一个人身上，包括是一些强开点，因为 AG 这套阵容的核心本质还是以运营拉扯消耗为主。关羽，我去看后手了，司空震开始搬对抗路。今天的流浪跟长生啊。也会很精彩。正常来讲，萝卜这个位置要选的英雄可能是像狂铁这种兼具着扛伤能力的会好一些，容错率会高一些。这个阵容没前排。对，如果他要正常选一个吃经济的站边，那整套阵容真的是比较吃前期节奏，有点不健康。或者是两边这把都不选前排，有可能。快手再搬个季小满。等一下，这样狂铁没了，夏洛特，夏洛特出来了。夏洛特确实是 AG 会需要的，不知道快手会不会把这个夏洛特截了？我感觉会截吧，没道理放给他。但截过来确实整个阵容上没前排。但那就是大家都别舒服嘛，就是拼4刀，就都别爽。选了，哎，这个没道理给，你要不就搬了。快手这把的 BP 有针对，也有在拆，但他自己确实也比较散，是。这 AG 还是拿到嬴政了，就看最后一轮蒙恬，这个倒是对 AG 的阵容来讲挺少见的。要玩大将军了，看快手最后想跟嬴政抢线权。比较难，海月、自保、安琪拉，这个安琪拉，只能说就从他个人释放角度中规中矩，要跟队友接 combo 看起来好像也
没那么好接，他跟绝有金在中路能有爆发配合。就是消失视野的情况之下，确实是很恐怖。这两个人的爆发跟击杀能力非常强。对，或者就是跟杨教去配合，但子阳这把大概率不太会作为一个开团点，他也不好开。这把有鲁班切号，除非真的是不管鲁班切号了，就对，一个劲儿往上开。因为这把目前来看 ，AG 这里能防鲁班大师开团的英雄有3个，一个是狄仁杰，一个是杨玉环，一个是蒙恬。裴擒虎跟嬴政的话，一不小心就会被开到。但嬴政一般来讲比较远，相对来讲主要是中艺这个点。但这把快手这么选阵容，就相当于是把 AG 操阵容的合造给抢到了。绝有金加上安琪拉，然后这把裴擒虎吃中会非常危险，他可能要多去带蒙恬，把蒙恬带出来站河道。是的，得多个人得把前排叫过来。就画面上来讲，快手这个中野肯定是有说法的。进到比赛里再看吧，因为 AG 的话，你不到他真的打起来，你不好想象他的画面。然后大帅的这个杨玉环，他确实是比较，特别是在 AG 拿到优势的时候，他进攻性太强，他打得游刃有余，他不太会，就是他基本上他动手就是开了，他不太跟你慢慢拉。比赛准备开始，今天感觉快手也是有备而来，但谁打 AG 的时候不得先研究一下呢？这把其实我感觉他们在 BP 上第一把也是下功夫了，就是很少见在红色方2楼直接去搬敖影的，他是也针对了 AG 的一个后期保障。之前他们就是喜欢让一诺去第一把选敖影去打对面的鲁班大师。其实因为一般的队伍打鲁班大师不会在拿敖影是正常的，但前3楼直接摸敖影的其实不多的。但是在 AG 的视角，他们有时候前3楼会直接把敖影拿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也是刀身诺心的一种，你知道吧？是的。当我的射手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我其他点可以猛干。毕竟敖影相较于狄仁杰而言的话，切入能力会更强一些。对，就是我到后期呢，我又可以直接去切你的 C， 线上又不用管，还能带线，就是针对性很强，只能说。但总而言之，我感觉 AG 这把阵容还是一个点，就是手长打手短，利用杨玉环、裴擒虎以及嬴政这3个点去多做消耗拉扯，但是快手打起来就是要打那种瞬间爆发。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比较脆，一波流。星海荣耀勇往直前，成都艺商会的主场作战，双方第一局。蓝色方成都艺商会，红色方苏州快手。比赛开始，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直接闪现就开啊！闪现耗状态。像绝有金状态低了，吃第一波线就不好吃了，只能放塔下吃了。但是绝有金直接交场拿了这个山豪，那你这个红 buff 怎么办？哎呦，好痛苦啊！第一波线不让好好吃，有点应激，把山豪拿了，这波要把中艺给包了。那中艺这里没踩到，还能走，拉一步回来，你别光走的问题啊！子阳这个交闪都有点危险，差点闪到圆环的2里。感觉这波。这个小的也被抢，小的劣质也没了。句号好像是因小失大了呀。炸！本来可能 AG 想的是把你状态打低之后，你吃中线吃得慢，那我就进去摸一组小野，然后撤。但是你直接当着对面的面直接把场交了，真的好恐怖。那我就直接进野区。中路的一波闪现动手，直接打状态，一血次数15次，一血胜率73.33%，但是还没一血。快手也差不多，都很高。两个队伍确实在前期的这个数据上相差不多。是的。蒙恬打夏洛特也没什么压力。他主要就是第一波不让你好好吃线，然后你想后吃线都不让你吃，直接挤进山壕里，然后你应激把场交了，交完之后红梅是一顿连锁反应。AG 厉害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太知道你想干啥了。对，他其实自己阵容的阅读能力很强的同时，他还阅读了对手的阵容。这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若无真身，严阵以待。但临场反应也快，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提前可以设计好的。对。再分上到中路长生吃后线，但上路得快速走了。
这就是前面聊，其实快手这个阵容，他们在中轴河道能力是非常强的。裴擒虎在安琪拉到达4级之后啊，包括鲁班纳斯到达4级之后，他吃中是不太好吃到的，需要队友来帮开视野。这个人就是渲染，要么渲染，要么就是大帅。要么就大帅。其实两边的游走开局都没有去下路，甚至这把开局都没有给下路镜头。对，就是一直在中路做对抗。这也是快手想要的效果，就是让你嬴政没有办法转线转得很快。就你别动。这也是的，你要嬴政一直往下路跑，鲁班叫确实受不了。现在双方打野的经济差在逐渐拉开啊。野区给了一下视野，再帮忙提一波速，长生真是一点时间不浪费。这抽空抽冷子都要帮你点几下。但他这把基本上都是清后线了，就队友直接帮边路抢线，他们中路抢线风险太高了。对。但这种抢线方式，如果在4分钟被快手捕捉到，直接强压你中路，一个嬴政是守不住他的。看他们自己怎么变动啊。中路位置，就 AG 现在心里有数，大帅都不往过靠，就知道这个中路左右两边是禁区，他过去就要被逼大招。是的，而且裴擒虎不去中的话没必要嘛。而且马上4分钟的节点了，太危险。上路闪顶，往回顶，配合到中艺，好吓人啊！这萝卜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钓鱼啊，4分钟。防御塔护盾消失。哎呦，这就是属于，就我们刚才看那个视角，大家上帝视角看不觉得有什么，就这种你说两个人长生不往右走一步，大帅不往左走一步。是啊，但是快手应该想得到，这个裴擒虎在自己中轴比较强势的情况下，他只能去带边线。那边路其实是要在裴擒虎没有露视野的情况下小心的。感觉萝卜当时其实也反应过，但是没办法，已经来不及了。下路闪开，走不掉了。抓到，打掉一诺的狄仁杰，还逼出了大帅的一个大还留了个大，再拽回来，还能再杀，跟进去2段，2连击破。这一波下路可以把塔拔了不？3个人状态不是很好，有点精彩。下路快手开的也非常果断，带着绝幽金，鲁班纳斯闪踩贴了狄仁杰的脸，狄仁杰这里交闪拉不开距离，闪现就留着了。看一下，动手，草里有人贴脸，这位置减速到，然后大帅在这里要交出大招，但交大也走不了了，上路再抓一波，镜头一转，连续3个头。是安琪拉跟夏洛特的一波配合把蒙恬抓了。看看绝幽金已经绕到位了，卡了一下，只要逼位置就有收获。一诺这个位置，等一下啊，大帅这里大招不能随便交，但是交了就容易死，交完就得没，再拉回来带走。大帅刚刚有个，先看这波中路1塔有危险，直接把嬴政压走，把5分39秒破掉了 AG 的中1塔，一瞬间的事情。是4个人头，下路抓完直接转上路。上路是安琪拉跟夏洛特出了节奏，然后呢，绝幽金提前就位了。他们当时其实是可以去包上路这个落单的狄仁杰，但是他们没想那么多，直接去抓这个准备协防中路的杨玉环。抓完之后逼嬴政的位置，让你守不了中医。是的，但是大帅这个时间点特别经济落后的时候，他真没办法。这个绝幽金加这个鲁班纳是2个人贴到脸上，不交大就一直打你。他当时有个细节，就是开完大招之后，他不是顺着往自家塔下跑，而是往鲁班纳斯的反方向跑。因为鲁班纳斯正常会伸大招往前，他想要躲一下这个大招，看看能不能再拉扯一下。只要拉到你就死，是没办法的。对。但快手这边也不慌不忙嘛，慢慢拉。不过在遭遇到这种重创的情况之下 ，IG 的总经济没有被拉开特别大。再给点时间看。要看一下快手后续打野区了，这波先反了一个红 buff。子阳的热点。哦，中右居多，就是卡河道，卡中下河道。这里是不是蒙恬没交大就被打？蒙恬开大招，顶上去一瞬间被晕了。哦呦，直接吃满伤害，这个没办法，面板伤害太高。这个距离就属于贴到了，就已经没了，大帅也就没办法跑，这操作再好都很难跑。是的，
他们其实选择了这波不抓狄仁杰，抓了杨玉环，形成联合反击，直接把中一塔掀了。如果他们去包那个狄仁杰的话，那这个中一塔可能还打不掉。是的，那只有中一的经济还不错，但是这个经济其实领先区号也就几十块，远远不够。对，相当于没差距。况且快手这里还有个鲁班7号，哎，这个位置一诺121接上夏洛特瞬秒，站位有些靠前。等等啊，大帅这里感觉子阳又有点想动手了，太痛了，这是经济领先的局子。121这样的一爆，上路想抓裴擒虎，有点难跑。中义过来。被拉回去接 combo， 这样安琪拉，第时安琪拉没接，安琪拉没技能，安琪拉在过来的过程当中被逼了技能，而那一头反打，萝卜跟进来，流浪还是拿到了这个，还有机会杀，再追着打，2连也倒。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天见到 AG 开局最疯的一次？对对对，压力巨大的一把，这把就是对抗不过了。这把说实话爆翻啊，关键鲁班7号还没发力。这个阶段全都是快手的中野辅，而且中义这把因为他是老虎，他其实逆风比较难打。加上一诺这把也不是敖乙，他是个狄仁杰，逆风也比较难打。逆风的狄仁杰确实是比较难。狄仁杰想用第3张就被动去探那个草，不小心这个站位太靠前了，直接被秒。然后这个位置关键看地端的夏洛特已经在绕了，安琪拉是把技能给蒙恬了，第一时间。要不然中义应该是秒死。然后夏洛特绕出来这个位置太吓人了，这场打了整整2套，再继续留人。哇，板凳席非常的振奋。子琪教练的这个神情也是非常的严肃啊。如果 AG 也要能翻盘，那只能看他们那个传说中的10分钟了。但现在看起来，客观来说，这个经济差有点大了。即便是 AG 也很难，差的太多了，对吧？想要逼大帅的技能不交，直接被秒了。想逼你个大招，你就是不交，那就直接秒你。太有钱了。徐浩这把显得闲庭信步。哇，他不是带刀侍卫，这把是锋利的剑，利刃。是的。蓝区也要吃，10分钟的龙 AG 应该看不了。破军了，在这个点斩杀线他比老虎高太多了，他有破军，再加上居合那一刀。是的，他不祥征兆。这波10分钟感觉 AG 确实是有点很难创造神奇。对，非常难打。蒙恬还是开大了，感觉 AG 不想放，还是想接呀。但是快手先把龙拉脱，AG 感觉放了就后面也不好翻。这样不急，先把中线过了。然后安琪拉一套技能是给了杨玉环，杨玉环把大招缴了。那相对于子阳来讲，想要带着绝境去开下路留人，下路套追了上去，但自己一个人状态掉的有点多。但是援军就在背后，大帅没大，轩冉没大。这个龙 ，AG 想抢太难了。已经拿到了，成功拿到。另一面萝卜直接往里开，给了大帅自己拉走。这个时候流浪出了法穿棒，妖刀也掏出自己的破晓。是的，5000多经济差，快手带着暗影暴君 buff。这个阶段打野对位领先了1000多。这个没人能跟这个只有丁打。射手对位领先1000。对抗路领先了近2000，入侵率这把句号高达24.5%，这才11分钟，远远高出平均值。2波龙，2条龙都拿到了。那现在就是没有压力的，可以去打架找机会了。外援没有中立资源，蓝也抢到，逼出了狄仁杰的2技能跟杨玉环大招，子阳是交出了闪现。什么都拿得到，野区已经看不了了。这感觉上是真的很难翻，翻不了，真的很难翻。因为是 AG， 就是感觉总可能还那么一丝希望，但是确实不大。看一下 AG 的高地反打，可能性太低了，这把这种感觉想翻的话。
这个阵容感觉嬴政他的大招伤害得扫到对面的后排身上。对，裴擒虎是上路去想断线，让4个队友在家里守。但这里妖刀没有直接推这个塔，家里没办法操作。下路等这2波龙汇合，嬴政开大，安安琪拉琪拉直接动手，好直接果断啊！流浪把狄仁杰的技能全打出来了。但是龙没第一时间清掉啊！下路他又冲进去，高地直接破，还把蒙恬给带走了。中高也要打，而且保不齐要打治愈掉点。他甚至想打一波，我感觉。是的，因为妹其实没有龙，他根本不想没用，不想给 AG 拖。再扫大帅交大，侧面萝卜卡住位置，接着中意找一诺，回头再来一套配合橘右京打大帅，一诺先没拽过来之后，中意大帅全倒。那这样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兵线，只剩长生一个嬴政的话守不住。2比2，13分11秒，恭喜苏州快手！哇，天哪，他们果断的让人害怕，在龙摸到高地的那一瞬间，流浪上了。